路飞如何达成20亿闪金？盘点草帽一伙闪金进化史。大家好，我是朱尔本，今天来聊比较轻松的话题，盘点草帽海贼团10人闪金变化的经历，其实也是这一群人不断成长的真实记录。1. 蒙奇 D 路飞，本作主角草帽海贼团船长，在东海陆续击败了小丑巴基、百基克洛、克里克提督、鱼人阿龙之后，晋升成为东海头号2人，并首次被海军本部悬赏，初始闪金3000万贝里。接着在阿拉巴斯坦事件中击败王下七武海克洛克达尔，虽然这份功绩被海军高层掩盖，但闪金依然得到增长，达到1亿贝里，迈入凶恶海贼的门槛。接着就是司法岛事件，草帽一伙大战 CP9， 烧毁政府旗帜，向整个世界宣战。路飞更是击败了号称 CP9 800年来最强者的罗布路奇，最终整座司法岛毁灭，海军颜面尽失。此战后，草帽一伙全员被悬赏，路飞闪金达到3亿贝里，达到新世界海贼的人均水平。接着就是整个大事件期间累积的闪金，从香波地群岛打伤天龙人开始，到推进城大越狱，参与顶上战争，到最后重返玛丽乔亚，直至彻底销声匿迹。路飞的闪金提升到4亿贝里，并在整整2年间没有变化，这也是他进入新世界后的初始闪金。接着就是天惊地动的德雷斯罗萨事件，半个草帽海贼团大战谭吉赫德家族，路飞首次使用4档击败了多弗朗明哥，闪金提高到5亿贝里，已经是名正一方的实力海贼了。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路飞闯入蛋糕岛，直面比格曼海贼团的大军，并先后击败了甜点匠心中的夏洛特克利加和夏洛特卡塔库利，搅得万国天翻地覆，还间接把大妈的城堡炸了。一系列功绩加在一起，闪金直接飙升到了15亿贝里，已经超越4皇2把手的闪金水平，达到准4皇级别，也被称为第5位海上皇帝。而在目前最新的和之国篇，草帽一伙决战百兽海贼团，路飞即将打败百兽凯多，正式跻身4皇级别。那么参考下目前资历比较浅的另外一名4皇黑屋子，2年前的顶上战争后刚刚成为4皇，拥有双果实能力，麾下大批凶恶海贼，还到处狩猎新世界的能力者，无论是实力还是威胁程度，都是十分凶险的存在。但目前悬赏金22亿4760万贝里，只有其他4皇的一半。路飞在学得高阶武装色霸气流鹰以及霸王色霸气缠绕等高级战斗技能之后，将凯多击败，足以证明实力已经达到4皇级别。闪金突破20亿贝里大关，达到20亿到30亿贝里之间，与黑屋子平起平坐，并作为争夺海贼王宝座的最终对手之一。2. 罗罗诺亚索隆。接着来看索隆的闪金发展史。索隆的首次悬赏是在阿拉巴斯坦事件后，击败了巴洛克工作社的 Mr. One 达兹波尼斯，闪金达到6000万贝里。由于在这之前没有出现过索隆的悬赏金，可以认定初始闪金就是6000万贝里，比路飞更高。击败达兹波尼斯也是索隆战力的首次飞跃，他领悟了斩断钢铁的剑术。接着就是司法岛事件，索隆的对手是 CP9 中仅次于陆奇的卡库。这一次索隆觉醒的鬼泣9刀流阿修罗的力量，堪比霸王色霸气，海贼王中设定独一无二的剑术，最终将卡库击败，悬赏金增加到1亿2000万贝里。从司法岛事件后，草帽一伙的大部分伙伴都在香波地群岛直接消失，没有参与推进城越狱、顶上战争等等事件。闪金直到2年后进入新世界后才开始有变化。索隆的下一次升职是在德雷斯罗萨事件，击败了谭吉赫德家族最高干部之一的皮卡，而且是以最夸张、最震撼的视觉效果将其击败，丝毫不逊色路飞与明哥的对决。此战之后，索隆闪金达到3亿2000万贝里。而在最新的和之国篇中，索隆将名刀秋水换成了玉田佩刀之一的研磨，并将其驯服，实力进一步提高。不仅短暂砍住了比格曼与凯多2人联手的一击霸海，还将凯多坚固的龙鳞砍穿，已经达到了当年光月玉田的级别。接下来如果将岩在进击败，参考其闪金13亿9000万贝里，索隆很可能成为草帽团又一个闪金突破10亿的大海贼，达到10亿到15亿贝里之间，稳坐2把手的位置。3. 文斯莫克三智。接着来看三智的闪金发展史。三智的首次悬赏是在司法岛事件后，达到7700万贝里，又比索隆高了一点。看来闪金都有后发优势。三智在此战中的功绩主要是击败了 CP9 中的3号人物加布拉，首次使用了恶魔风脚，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他改造人能力觉醒的开始。这次悬赏令因为照片获取失败，换成了一张十分滑稽的画像。但也因为这件事，海迷们也是讨论了非常久，猜测了各种可能性。然而最后真的就只是尾田的恶趣味，故意让喜欢出风头的三智出不了风头。后面的悬赏令也维持了这一设定。三智的第2次闪金增长是在德雷斯罗萨事件，虽然他没有参与最后的决战，但也受到事件的影响而增加了闪金，并且因为文斯莫克家族的追加闪金，最终金额达到了1亿7700万贝里，并且标明 Only Alive 只许活捉。因为文斯莫克家制想要找回三智，完成与比格曼海贼团的政治联姻，这次悬赏令也终于不再是画像，而是真实的人物照片，只不过是花痴照。三智的第3次闪金增长是在蛋糕岛事件后，由于在这场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加上杀手家族文斯莫克的光环，三智的悬赏金达到3亿3000万贝里，
比同期的索隆高出了1000万倍里，山治为此大肆庆祝，但很快又因为自己的名字被加上了文斯莫克之名，变得非常沮丧。从这次悬赏开始，翁林·俄赖变回了 Dale 俄赖，因为文斯莫克家族和杰尔玛王国被世界政府除名，不再是加盟国，与比格曼海贼团的联姻表面上也破裂了。为什么要加个表面呢？因为新娘夏洛特·布林其实是真正爱上了山治，他们也在战火中完成了象征婚礼最后一步的誓约之吻，成为了真正的夫妻。尾田真是太会了。而在最新的合出国篇，山治的主要提升来自杰尔玛战斗服引发的血脉觉醒，获得外骨骼、隐形能力等等一系列加成，恶魔风角也比以前更加强力。接下来如果将异灾奎因击败，参考其悬赏金13亿2000万倍里，山治的悬赏金也极有可能突破10亿倍里，达到10亿到13亿倍里之间，略低于索隆。海贼王双翼昂扬振翅，将路飞送上海贼王的宝座。4. 娜美。接着来看娜美的赏金发展史。和前面几个头铁的不同，娜美一直十分在意自己的赏金增加，毕竟对小贼猫来说，猥琐发育才是王道。不过娜美每次的悬赏令照片都魅力四射，堪比巨星。首次悬赏是在司法岛大战后，娜美击败西滨奈的肥皂人卡利法，悬赏金达到1600万倍里，此后就一直没有变化。直到2年后的德雷斯罗萨事件，娜美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决战，但所有和这起事件有关的人物都涨了5000万倍里，所以娜美的悬赏金达到了6600万倍里。而在目前的和之国大战中，娜美多次和大妈对线抢夺宙斯，最终真的将这朵雷云变成了自己的同伴，使得天后棒直接升级成为 SS 级成物，并凭借新的力量绝杀飞六包之一的润提。此战过后，娜美的悬赏令很有可能首次破亿，达到1亿到2亿之间。5. 乌索普。接着来看乌索普的赏金发展史。乌索普和娜美类似，也是在司法岛中一战成名，只不过那时候还戴着狙击王的面具，所以首次悬赏的名字是狙击王，赏金为3000万倍里，起点和路飞一样了。司法岛便是海贼王前半段故事里乌索普的高光时刻，无论是点燃世界政府的旗帜，还是在司法塔上超远距离支援罗宾，都堪称主角级别的名场面。这份赏金实至名归，而乌索普的下一次赏金增长更堪称神迹，在德雷斯罗萨事件中以一己之力扭转战局，成为堂吉诃德家族崩盘的开始。2次绝杀砂糖，并且还觉醒了超远距离感知范围的见闻色霸气，射出了一发不可思议的超级狙击。本人也因为在多弗朗明哥的鸟笼游戏中被悬赏最高的5颗星，声望达到顶点。战后乌索普被冠以 God 的称号，悬赏金达到2亿倍里，堪称飞速增长。而在目前的和之国大决战，乌索普截止1031话都还没有特别惊天动地的表现，尾田很可能是在安排一场壮观的大神表演，再次让乌索普成为拯救危局的关键一手。战后悬赏金很可能再次飙升，来到3亿到5亿倍里。6. 托尼乔巴。终于讲到乔巴了，太惨了，永远忘不了乔巴第一次看到自己悬赏金的那一幕，50倍里。如果按照尾田的设定，1倍里相当于1日元，那么乔巴此时的身价差不多就是2块8毛钱，真的就是一个棉花糖的价格了。这个悬赏金无疑是最戏剧性的。乔巴虽然是传一，但本身也有不俗的战斗力，还能通过蓝波球变身成为巨型怪物，在司法岛一战中大显神威。但估计海军的人只看到了他变成宠物的样子，被可爱的外表所迷惑，最后定了这个滑稽的赏金。乔巴的翻身机会直到德雷斯罗萨事件才出现，因为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每个人都至少增加了5000万倍里的赏金。乔巴就不一样了，他的悬赏金直接翻倍，达到惊人的100倍里，终于买得起一份报纸了。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他了。在目前的和之国大战里，乔巴最突出的战绩还是制作出了冰鬼病毒的解药，一口气将奎因的杰作化解，并收获了大批百兽海贼团手下的感激之情。许多人因此转而为武士联军而战，乔巴司令官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手下。此战之后，乔巴的悬赏金还有机会再次翻倍，达到可怕的200倍里。7. 尼可罗宾。接着来看罗宾的赏金进化史。罗宾的初次悬赏金发生在奥哈拉事件后，由于是奥哈拉唯一的幸存者，又能解读古代文字，被世界政府视为极大威胁，称为奥哈拉的恶魔。年仅8岁，悬赏金就达到了7900万倍里，是草帽海贼团中最高的初始赏金。不过，也因为起点已经很高，所以在后续的几个事件里，罗宾并没有被大幅度追加赏金。司法岛事件后，作为关键人物的尼可罗宾悬赏金更新为8000万倍里，照片也换成了成人，之后赏金就没有再变化过。直到2年后的德雷斯罗萨事件，罗宾作为主力参与了这场大战，虽然没有直接对位强敌，但一直用各种方式帮助草帽盟友前进。战后悬赏金提升至1亿3000万倍里。在目前的和之国大战里，罗宾对位飞六包之中的黑色玛利亚，在这场战斗中，罗宾十分罕见的拿出全力与对手决战，将2年间修行的成果集中展现，并最终获得胜利。但他在鬼岛中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同时被四皇和 CP0 盯上。在海贼王故事接近最终章之际，能够解读历史正文的罗宾将成为极为关键的人物，他的身价很可能在战后大幅度提高，达到3亿到5亿倍里之间。8. 弗兰奇。接着来看弗兰奇的赏金进化史。弗兰奇的身世其实十分坎坷，也十分传奇。出生于蓝海的海贼家庭，但10岁就被父母遗弃在了七水之都。他应该是草帽团中唯一亲眼见过罗杰和玉田的人。
并且直到现在，他也是这个世上仅有的几个见过冥王图纸的人物之一。首次悬赏发生在斯华岛事件后，当时弗兰奇还不是草帽海贼团的船员，但在这场决战中表现依然十分活跃，击败了 CP 奈中的猫头鹰，战后悬赏金达到4400万贝里。但以弗兰奇的潜力和他所知晓的冥王秘密来说，这个赏金其实是被低估的。2年后进入新世界，弗兰奇的表现非常惊艳，展现了大量改造人技术，钢铁海贼更是堪称一绝。德雷斯罗萨事件中，弗兰奇与塞尼奥尔两个真男人之间的对决十分经典，他本人也成为破坏斯迈尔工厂的主要功臣。战后弗兰奇悬赏金提升到9400万贝里，差一点点破亿，但因为被乌索普的2亿超越，一直耿耿于怀。在目前的和之国大战里，弗兰奇对阵6包之一的提姆，凭借强大的钢铁海贼和离子激光，最终将三角龙击溃。弗兰奇本体甚至没有受到什么实质伤害。此战之后，他的悬赏金有望突破1亿贝里大关，达到3亿到5亿贝里之间。9. 布鲁克。接着来看布鲁克的赏金发展史。布鲁克不仅潜力巨大，并且凭借90岁高龄，也是整个草帽团阅历最丰富的人之一。不过因为是音乐家人设，一直以来在大战中都像是在划水。布鲁克的首次悬赏还是在52年前的伦巴海贼团时期，达到3300万贝里。悬赏令上的照片还是布鲁克生前的样子。虽然这个海贼团没有具体的战绩，不过能进入伟大航路，至少都有一些实力。加入草帽海贼团后，布鲁克的赏金跟着德雷斯罗萨事件的阳光普照一起得到提升，增加为8300万贝里。而且因为在修行的2年间，成为了世界闻名的音乐巨星，悬赏令也变成了非常独特的演唱会海报风格。看起来海军里面也有很多布鲁克的粉丝。在目前的和之国大战里，布鲁克的潜力依然没有完全发挥，协助罗宾击败了黑色玛利亚的手下，并掩护他逃离 CP Zero 的追杀。希望那2位特工老哥可以给点力，让布鲁克拿出一些实力。此战之后，他的悬赏金有望突破1亿贝里大关，达到1亿到3亿贝里之间。10. 圣平。最后来看圣平的赏金发展史。虽然是草帽海贼团最新加入的伙伴，但他的出海经历却比其他人丰富很多。圣平在16年前追随鱼人族传奇英雄费舍尔泰格出海，组建了后来名震大海的太阳海贼团。在与敌人的交手中，逐渐展现出强大的战斗能力。随后被海军悬赏7600万贝里，同为初始赏金，比罗宾少了300万贝里，比山治少了100万贝里。费舍尔泰格中了海军埋伏阵亡后，圣平成为太阳海贼团船长，继续在海上冒险。悬赏金随后在一段时间里增加到2亿5千万贝里。这时候圣平收到了世界政府的密信，邀请他成为王下七武海。圣平经过考虑，接受了邀请。由于成为七武海后，赏金就不会继续增长。圣平在接下来一直保持着这个金额，直到顶上战争发生。圣平不愿为世界政府去对付老爹，主动脱离王下七武海，并和路飞一起加入了顶上战争的舞台。战后，圣平为了保护鱼人岛，率领太阳海贼团加入 Bigman 海贼团麾下，他的赏金也继续增加，直到与草帽一伙重逢后，悬赏金终于明确，4亿3800万贝里。在鬼岛决战前归队，以掌舵手身份正式成为草帽海贼团一员，也是所有伙伴中入职身价最高的角色。但是把特拉法尔加罗和基德都看傻了。在目前的鬼之岛大战中，圣平不仅行动冷静，且战力强大，是护送路飞登上顶楼的功臣之一。随后自己又单挑猫咪咖啡厅，击败了6包中数1数2的福之福。对方的悬赏金为5亿4600万贝里，圣平看起来都没有用全力，在所有的战斗中说不定还有其他表现。此战之后，悬赏金应该会得到一波大幅度提高，达到6亿到10亿之间。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草帽一伙赏金进化史的盘点啦。不知道这些赏金符不符合你的猜测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是朱二本，下期见啦。